ChatGPT 给我感觉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如果这个模型不是基于咱们中国的各种文化历史积淀出来的模型，那我的文化肯定没了。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抹杀。我们说的还是中文，但我们说中文都是英文逻辑，都是英翻中出来的中文。但我说你能不能问一个更深刻一些的问题？他的回答挺让我吃惊的。他说梦是在哪一刻变成了回忆？我当时有点冷汗直冒。我说哎呦，这个问题。假设它在各方面的能力都超过了人类，那人类是一个更弱的智能，而它是一个更强的智能。一个更弱的智能怎么去控制一个更强的智能呢？但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在这个发生这种转变之前哈，他们就说有一部分人这个脑机接口了，人和人工智能已经合成为一种半人半神的这种东西，就这帮人其实最后控制了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啊，我们已经是半人半神了。你离得开手你手机吗？到哪都有个器官，是他的奴隶，我哪是神呢？你们两位其实还挺有共同点的，是吧？两位都是曾经都在学校里都是学霸，没说虚了吧，都是学霸。然后呢，海外求学，你是在英国牛津大学数学系，这是张工，美国的生态学博士，他是在美国的 NASA 航天航空局工作过，大数据专家、卫星遥感专家、生态系统专家，反正没有你不专家的。然后薛觉是原来在那个麦肯锡，对，现在也是人工智能领域耕耘了不少年，从业者。张工、薛觉就特别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啊，咱们今天就要聊聊大家现在特别热火朝天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人工智能。从 ChatGPT 开始，一下子大家觉得好像打开了一道新的门了。就突然一下子觉得我们之前觉得 AI 这人工智能在历史上起起伏伏都觉得没戏了，怎么忽然一下子就突破性进展了？很多人开始惶恐，也有人觉得特别高兴。像你这从业者是不是特别高兴？我们也是惶恐过来的。80年代开始就有人各种人工智能，90年代、20年代，大家现在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是15年，那个时候 AlphaGo 忽然破圈。下围棋下赢了，下围棋忽然之间比全世界下围棋下的最好的人下的都好了，大家一下就觉得人工智能很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破圈的感觉一定是它极大的突破了你的这个想象力，其实是量变引发了质变，忽然之间比人更好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强的标准。不管是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公司也好，还是大量的国际上的学术会议，各种各样的这个学术论文就起来了。过去的前2、3年呢，这个浪潮又有点往下降。往下降呢，是因为大家发现，期望太高，它实际上的质量呢还没有那么好。我之前住过一个酒店，据说是全部是人工智能，里头没有服务员，你叫他什么什么精灵、什么什么猫之类的吧，要个拖鞋送个矿泉水儿，要么就是说这个装备还不完全。对，你的例子特别好。上一代的人工智能呢，它其实特别擅长的是解决一个特定环境下的特定问题。比如说大家比较这个熟悉的摄像头识别人脸，对，我们正常人记个几百张脸算不错了，能记几千张脸算是记性好了。你让他记个1亿张脸没问题，他就在算力上，就单点的能力上，他特别的强。但是呢，他永远在解决单点的问题，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可能大家举的就是酒店的例子，然后可能到哪刷脸的例子，张学友演唱会抓罪犯的例子。对，但没有太多的。那么这把我会觉得为什么会破圈呢？就在于忽然之间你觉得它的智能超过了你的想象，它能够跟你进行多轮对话，这个其实是个很强的能力，有来有往。对，跟人对上了。对，大家知道 AlphaGo 是在15年，对不对？对，因为我当时在硅谷，我上大学的时候，那20多年前就在做这个神经网络，而且当时有一系列的，我们当时还不叫人工智能，我们叫机器学习，而且当时有很多类型的东西，就是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层神经网络，当时还有遗传算法呀，什么各种，对，包括其他的各种的可能的这种方式，但是效果都不特别好。这里面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冲着一个问题去解决，去训练它就奔着那一个问题去了，这个模型就奔着这一个问题去，它不具有我们所说叫泛化能力，一根筋啊，对。
你让他读图，他就往死里读，就是这个意思他。干不了别的事儿。对，你们最近这个 ChatGPT 这些，或者是其他的人工智能，自己都体验过了吗？咱们说说各自体验的经历。ChatGPT 刚出来就体验，因为很多时候在硅谷嘛，所以就会接触到一些最先的应用，所以11月份就开始来用。用的时候，其实给我的这个震撼还是很大的，因为自然语言范例上跟人的交互啊，其实对他来说是挺困难的，而且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已经运转了很长的时间，甚至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去解决，就类似于说人工核聚变一样，永远都是下一个未来的50年，就是未来50年可能会发生，对吧？但是我开始用那时候还是3.5，就感觉开窍了。原来这人是一根筋，你知道吗？然后开窍了。就是你可以跟他进行不同领域的对话。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可能完全没有经过训练，它是以一个人的语言逻辑在回答你。你当然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错误，比如我也不是万能的，对吧？你要问我一个医学问题，我只能，但是你要非让我回答，我能给你瞎掰一段。但是你听着像人，就是这感觉。对，我用就是这感觉，对吧？我说说我一个用户体验哈，它有很多方面确实答得不错，但有些就是基本的问题，你觉得太笑话了。我问他马云是谁，他说马云的全名叫马化腾，就这种，我就觉得搜索引擎早就解决了问题，他怎么回答这样的答案？然后你告诉他胡说，然后他就说啊，对不起，我刚才可能是错的，这让我挺吃惊。他有个自我修正功能，然后我就输入了一位我熟人的这个名字啊，他说这人是一个作家，说他写了什么书，我说不对，这不是他写的。他说啊，那他是一个导演，我说不对，他说他是个演员，就越离他还挺理解你的朋友圈的，你要这么说，也是经过你训练。也是可能。我问了半天技术问题以后，我搜我自己的名字，他说我是中国计算机所所长，我觉得哎，这我就觉得不对了，他在猜，我觉得他在蒙我，感觉他在模仿人说话，而不是人真正说话的内容。但我发现有一个能力很惊人。就我输入一个模糊的问题啊，正好我有个老师给我写信，我们当中就是在邮件里头交流一个事儿。他说：“哎呀，我想起来有一个电视节目里头是这样，但是我想不起来。”他说：“那叫什么？那叫什么节目来着？”就这么一个模糊的问题，我问这个 ChatGPT， 它就能告诉我；我问搜索引擎就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 ChatGPT 给我感觉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不了解的就觉得他说的都对，你了解的可能不对。背后它归根结底是个语言模型。对于语言模型来说，其实它学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强的。你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他学的过程，比如你上来就说这本书有很多争议，这一听就是维基百科的说法。就是他也从别人那儿抄了点东西。而且他也讲了，他就是那些，他主要是4个训练来源嘛，什么这个电子书、维基百科这些。我问他了，我说你跟搜索引擎有没有什么瓜葛？他说我好像跟别人没有这个连接。他不是学搜索引擎，他学的是人类的语义库，比如说电子图书馆的所有的书，然后刚才讲的维基百科。他也是抄了别人的作业。你一说胡说，他得到了你的直接反馈，他下次就再也不敢说了。他可能编一个其他的，或者终于编对了。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万能的脑，对，它是个语言模型。语言模型是它有本身语言的逻辑，对吧？包括查姆斯基，然后还有这个平克他们讲这个，就是人类本身它是具有语言逻辑的。然后基于这个语言逻辑，我搞出来一个东西，所以你会感觉他特别会说人话。但是你现在又在知识层面要求他，对，对，那不应该吗？应该他会进步的。就跟一小朋友他会说人话，那他是不是能进步？恰恰在这点上，乔姆斯基对他提出了很大的非议。我某程度上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我先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寒武纪之前，5亿多年地球上的这个生物的种类都非常少，说一共是3个门吧。对啊，到寒武纪500万年内突然一下子爆发38个门，到今天就差不多是今天地球上生物的种类这个规模。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大爆发呢？就当时的生物主要都是在海洋嘛。说海洋里的3叶虫睁开了第一只眼睛，是因为在此之前都是大家捕食啊，我就瞎猫碰死耗子，我触角碰到你，我逮着你了，我听或者是我摸，对吧？我看不见。忽然有了眼睛以后，我这个降维打击啊，我完全知道你要往哪儿跑，然后食物在哪儿。达尔文都说眼睛这么精密的光学仪器，它很难用进化论来解释。而且呢，在那个之后，出厂设置都有眼睛了，好，一下子开始这个繁荣发展了。
但是第一只眼睛怎么来？现在大家只能解释到说，当时光线产生了变化，对吧？要么是光照突然强烈，要么是海洋和大气之间的什么东西变稀薄了。可是眼睛怎么来的，还是无法解释。好，基于此，乔姆斯基的意思就是说，语言这个东西，他说我们到现在人类都没有研究出来语言是怎么来的。你看动物没有我们人类这么精密的语言，他们有一套可能有一些信号，或者有叫声，有什么鲸鱼叫声可以非常的复杂了都。对，但是他说人类为什么有语言呢？他觉得有可能啊是人类脑容积突然变大之后的一个副产品，我们不知道。而婴儿，你刚刚说就是这个婴儿哈，他说婴儿可能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语言能力，他只是在调换，我是一出生我是说了英语还是法语还是中文，我要学的是切换频道。是，那么好。他说这个语言能力，那我们人类都没有研究出来语言是怎么来的，就是在我们大脑的什么硬件上在运行，就跟你没有翅膀你怎么能飞这件事儿一样。那么机器你怎么能学会呢？他现在就是照着人类造了一个大脑，人类自己都不知道大脑是怎么运行清楚的。人脑袋里面是有神经元，神经元对是有触突，对对吧？我们刚才讲那个，我们叫机器学习，或者是最开始的一个东西，就是来自于我们叫神经网络。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就是按照当时我们生物学的水平，对，然后仿制人脑的这个结构做出来的。它里面的一个 node 一个节点，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神经节，包括它里面的这个一个关系，我们叫 weight， 就是这个调整的这个对应的就是这个触突，就是仿照人类来的呀。大家为什么觉得 ChatGPT 这个是一个突破呢？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那神经网络，在那个就是我说的这个10年左右的时候，之前呢是这个神经网络它特别的短。他做离自己最近的地方的这么一个沟通，对，他可以层次多，他不能往远距离。对，平顿他们这些人不断在努力，就是仿照人的方向是对的，所以他们在不断的尝试各种增加它的结构的方式。核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发现我们现在逐渐开始能够造一个跟人一样的，至少从我们生物学观察角度，就一样的结构，而且这个数量上来了。比如咱们人脑里神经元大概是有161个左右，具体数字可能还有一些偏差，每个就不一样。首先，人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蓝鲸啊，对，体积在这儿。对，人类还是有一些语言特长的，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其他动物也有语言，但是人并不是最大的。但是人就是产生了语言这个结构。实际上，现在的你看到这个大模型，实际上就是构造了一个这个结构。但是这个结构里面细节怎么连接，比如说 GPT。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模式，它的连接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试各种连接的模式，而且这也就是人现在还没搞清楚大脑里这玩意儿到底怎么来。但是结构上，就跟我说我造了一个细胞是一样的。现在细胞已经有了，而且这个细胞的规模大到了能够跟人脑相比，人脑的触突大概1000亿到1万亿的这个层面。然后 ChatGPT 现在的核心差不多了。参数数量的话，我印象中现在4是已经到了1万亿级别。谷歌新出来的是几万亿级别的参数，就可能跟人脑在这个数量级上是可比了。我们人脑一个人脑袋也就这么大，你说的这个它的是一个巨大的计算机，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在运转？就是一个 GPU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GPU 是什么 ？GPU 是专门用于芯片浮点计算的一个芯片。原来这个 CPU 是一个通用计算芯片，它更多的时候可以做很多就是指令计算。然后 GPU 核心的是它做浮点运算。能够做一个事儿，就是向量乘以向量，就对吧？就大家知道吧？矩阵那种，就是矩阵运算，这需要运用一点中学知识啊。就是完了，我这中学数学就不要再提了。要不咱说这小学知识？说点小学知识，就是这张图乘以这张图等于什么？对吧？但人脸其实可以做这个事儿，对吧？这俩图不一样，类似这个 GPU 就是更快的去算这个向量计算的一个东西，神经网络是在这上面构建的一个算法的一个逻辑的一个过程。比如举个例子啊，这边有一个计算器，然后你别管它什么结构，你不用管它，它就是一个节点。你这边告诉它1+1等于什么，让它随便输出，然后它输出3，你就告诉它是错的，然后它输出2，你就告诉它是对的。你再试2+2等于多少，就不断的再去练它。那是有很多人在练它吗？它这个还真的有一个学习的方法在这儿，技术层面可能有很多方法。但是我觉得我们怎么告诉他1+1等于2，其实1+1等于2还偏知识一点。对，就假设我们怎么告诉他像人一样的说话啊？对，其实是有一点类似于我们人类在剥离了一个外语的环境下学外语，它这边有这种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说我有监督下，我给他标注了的数据，就是我有个老师教你语法是这样的，主谓宾动词你学会了吗？哎，我学会了，这是一种。
第二种说，那你自己做个习题吧，这个叫非监督学习，我就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给一点反馈，错了，对了，但我不告诉你为什么错了，你再试试，反正错了，哎，你总对了，然后你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到最后呢，咱们人类还可以直接的，就像你刚才说，马云是谁呀？马化腾，你胡说。就还用户又给了反馈，对，你带反馈，你并没有让他在一个外语的环境里，但你就硬教他这门外语，他就这么硬学。你一会儿会觉得，哎，我觉得他这门语言学的挺好啊，一会儿又觉得这人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啊？大概是这种感受。语言逻辑是人天生的一种本能。对，因为人脑袋里面有这样的神经结构，你现在可能我们没法去详细的讲明白这事怎么回事儿，但是 ChatGPT 就完成了，我现在具有这能力。同样拿你刚才眼睛那个能力举例子，那现在不就摄像头就这样吗？不，制造相机的这个理想是想造出像人眼一样精密的这么一台相机，但永远造不出来，至少现在还没造到。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因为这是我可能你的就是了解打到专业了。对，就是你是专门从太空看地球的。太空看地球有一个很核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眼看不到红外线。哦，看不到这个光谱的这块儿。对，咱们都知道有红外线，包括咱们前阵子对吧，大家都要温度体检，你都能看到那个，但是动物界普遍存在，为什么呢？人类是自然之王嘛，所以这个我不用担心夜间的这个危险。所以人类就把这个能力就退化了，所以某种意义上人眼没有那么精密，我既看不到红外线，又看不到紫外线，对吧？但是我现在任何一个摄像头都可以轻易做到这件事。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模仿我们与人类语言说话，甚至有些方面比我们更强，有可能。以他现在 ChatGPT 的这种掌握的广度的能力，你找一个人，我觉得很难能超过他。对，他还能背四库全书呢，还能立马翻译成英文。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啊？你问他一个问题，有的他很快出来，有的他在想，他那个光标在闪，我想完了，他好像在思考，就感觉他怎么会思考了？就这个感觉让我觉得挺恐怖的。而且这个不是直觉上你觉得他给你做了这个特效，实际上 GPT 的核心原理也是这样，他真的是在思考，他在猜下一个字母是啥，他叫 token 就猜下一个词，不是像我们想象说我已经想好了整段话，然后慢慢给你蹦。不是的，他真的是一点点的，就跟人说话一样。比如我跟你讲话，从来没想，哎，我下面一段要讲什么，对吧？即兴的。我有一个特别困惑的事儿，电脑的翻译来说，听说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最早大家都是想模仿自然语言，就像人类学会某一门语言一样，我训练这个机器学了中文或者学了英文，然后来实现这个翻译。十几年都后来就发现走不通，机器很难真的学会人的自然的语言。到出来了谷歌翻译，它是抛弃的这种方式，它是用数据去猜，就是说这个词经常搭配哪个词，对，天经常搭配气，还是后面是预报，比如说它这么来，一下子就是突破了，我们可以去实现一个翻译。但现在 AI 是不是又回到了我们说的，让它真正的去学这个语言呢？就你刚才说这个翻译变成可用，它基本上就是基于其实统计学的关系和这个词与词之间出现的频率，包括可能常见的模式这个 pattern， 然后来认为它最合适的答案是什么，而且从效果上来讲，已经达到了实际上可用的程度。现在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啊，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它的中文回答还是明显弱过它的英文回答的。然后呢，你同样的英文提问，让它答案再转成中文和直接中文提问答案的效果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的。是因为它数据量不够吗？我觉得我们的猜测啊，是这个他们用中文的语料量应该是非常少的，大部分的回答还是基于英文语料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他再给你加了一层翻译。咱们如果真的是基于中文语料做出来的中文的大模型达到效果，应该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我觉得中间有很多事儿模糊化了，包括它的中文的信息到底是从哪儿获取的，是不是英文直接翻译？如果它往中文翻译的话，它只能翻译成就是现代文或者普通话。国内的这些 AI 公司，相对应它模型可能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个 Google 那边他们包括这个 OpenAI 这边做得好，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写诗的能力会更强一点。我还真让他翻译过一些诗，对，他挺厉害的。对，这就是基于就是中文的现代语文，很多的时候也参考国外的这些语法。你看，在中国以前有没有语法，对不对？我们都是句读，对吧？如果我输入大量的中国古代的古文啊这些，可能它会产生另外的一个逻辑的反馈。我觉得它确实是从自然语言出发，而不是从知识，而且不是人先验设计好的。当它具有了基础的自然语言能力，然后你就去教它，就跟小孩朋友一样嘛，你教它。它还真是有了这样一种能力在里头。
就是这家公司这个 OpenAI 是怎么就一下子就能做到这个东西呢？非常的牛，非常的佩服他。都知道花了很多钱，但是对于巨头来讲，这几十个亿的美金也不算什么。GPT 它用的这个学习的方法呢，跟以前用的神经网络不太一样，它用一种叫那个 Transformer 的模型。其实一开始的论文好像是谷歌先发的，对，17年左右发的。但是那个时候在业界并不认为这种模型的方式会成为主流，或者说主流的认知并不认为这种模型会实现。OpenAI 呢，这个 CEO 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Sam Altman， 他坚定的认为就是这条路，然后这条路要怎么走呢？就是大力出奇迹的走。所以他当时做了一个跟业界的所谓的主流不一样的选择和重投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他非常牛的地方。他更牛的地方呢是这个人他说我并不是为了赚钱，但是他会花钱。从 OpenAI 的角度来讲，他真的并不为了赚钱。当然，他显然也是个财务自由的人啊。他做了一个这么牛的事情，如果这是一家盈利的公司，我们大家想想看，它会非常非常的盈利，它几乎是一个完全霸主的地位。但是 OpenAI 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架构，也就是说，他说的我不是为了盈利这事儿是认真的。等我把投资人的钱全部都还完了之后，我又要回到一个非盈利的模式，这个非常非常的牛。就我觉得是从包括对社会的这个责任感来讲，或者说人类往前走的方向来讲，如果再讲牛呢，他好像才150多个人，就是人数啊。当然，他个个都是六边形精兵强将，他们可能人均薪酬是将近可能是700-800万人民币的人均薪酬，他的首席应该是拿到1个亿人民币的年薪。所以你刚才说这投资就是投资在人的薪水上了，人的薪水是一方面，但是他的那个算力的 GPU 的那个投入更大，他应该是2到3万张应该同时在跑，对吧？一张1万到1.5万美金，这就是长期是这个量在跑的。然后他们还需要有人给他们去处理数据反馈，所以这块是很重投入的。这首先是从绝对值上来讲，我觉得他又没有那么重投入。对于科技巨头来讲，那谷歌好像当时同时7-8个团队在跑类似的创新，他们也并不是大钱，就对于他们来讲，但只有他非常坚定的往前走。我觉得你说的第一点最关键。对，而且第一点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上其实重复过，特别是奥曼自己非常坚定说这事儿一定能成。他自己好像当中做过一些别的事儿，就是拿那些钱来做这件事儿，是吧？他自己很早就实现了操作，他是那个硅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加速器的头，就是后来陆琪就是当的加速器的头，在硅谷他是非常有名的人。对，是他的投资人那也得很有眼光。后来不是给比尔盖茨投了钱？对，前几天我去听那个陆琪博士的一个 talk， 因为他好像跟他们还挺熟，就说了一个内部的小故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比尔盖茨虽然投他，但主要是觉得这个人很厉害，一定能做成事儿。他是相信这个人，他并没有相信这件事儿能做成。等到他3.5出来的时候，据说微软的内部是大为震动，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效果。比尔盖茨什么反应啊？下次我也有机会，希望能够当面问问说。我觉得他肯定很吃惊，所以这种坚持是要有条件的。第一个事情是，他得真的认为这事儿能成，不管别人怎么着，我不从众，我就认为这事儿一定能成。我是基于技术判断，我觉得人脑可能就是这样的。第二个事情就是他自己能筹集资金，还要说服其他大佬，比如像盖茨啊去做投入。对，但是很多在硅谷类似的事情都失败了。对啊，这个死在路上的有很多，忽然一下子都冒起来，大家都在做就是语义类的这个 AI。我一开始不理解，我说为什么人家做出来了，你们就都知道？那么之前就是你们没有这个技术，怎么会一下子都知道？大家走歪路了。哦，是有人告诉你方向对了，现在告诉你的方向在哪？人类的科学进步最难的地方就在这儿。对，做科学工程探索核心的是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没有人告诉你哪条路，漆黑的晚上你都不知道在哪儿，你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前面有一些就是灯光昏暗的这种情况。大家自己选择一些路线。对啊，有的人走这个，大部分人走同样的路线。大家只是在这一站找到了一盏灯，结果有一人突然拿到下一个火把了，往那边一亮，那所有人不就奔着这个去了吗？对对，这个模型17年还是谷歌自己的，谷歌都没有。谷歌现在不是又出来了吗？对他拼命追赶，他还是有基础的。但是你看这效果很差。我说个搞笑的事情啊，就是大家看了谷歌的那个对半的，觉得好像自己做的也不是那么差。我们帮他挽回一点颜面，就这事儿一旦你上了轨道，
进步的速度可能非常快，因为谷歌现在下了老钱了。说到这儿，我倒恰恰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美国的知识界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飞跃式的进步最大的担心，还是来自于未来人类的知识和逻辑丧失多样性。对。大家都听 ChatGPT 的，对吧？对那世界没有多样性，就跟生物进化一样，你没有多样性，那就意味着，虽然我看出来这个地儿有一火把，有人举起来了，然后大家都奔着这个去了，大家就奔着这条路一直走到黑了，那可能火把下面就是悬崖。对。但是中国的公司都往上走，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有了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一个超级大脑，大家都非常依赖它。它就成为我们需要去寻找知识呀、观点啊、推荐的。这个中间显然有文化和文化的竞争在这里。它现在都是基于英语世界的知识、英语世界的观点。其他的文明，阿拉伯文明、咱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其他的文明，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大模型，那么我们的文化就没了。是的，是的。你说孩子们将来会好好学习吗？反正有问模型。如果这个模型不是基于咱们中国的各种文化历史积淀出来的模型，那我的文化肯定没了。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抹杀。我们说的还是中文，但我们说的中文都是英文逻辑，都是英翻中出来的中文。其实你刚才说的这种担忧，就是这个 Sam Altman 之前和伊隆马斯克他们曾经有过一次对话。Sam Altman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不要担心人工智能将来超越我们人，或者说我们都依赖于它。他说其实从搜索引擎开始，我们的知识都已经是电脑位的了。你现在你想，我们去寻找一个东西，多少时间我是去找书或者翻字典，你不是就在电脑上问吗？或者是问以前那个什么 Siri 啊什么那种就比较傻嘛，它也没发展起来。你的很多知识已经是从那儿来的了，对吗？他就说我们已经是电脑为大的了，为什么还要担心这件事情？但危险的事情是什么呢？假设 AI 有一家就是远远超过别人，所有的人，世界上几乎99%的人都从他这儿获得知识。这是危险的，就变成了说我们人类世界其实有多种各样的多样性，思维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包括这个生活习惯多样性。对，但是 AI 的多极化世界必须嘛。这个词好专业。这个得有一定的国际社国际政治会经验背景才能说出来。对，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东西赶紧弄起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而且我觉得弄起来的过程是要一个开放的过程，不是说我们弄一个中文的模型。而是我们要弄一个能够跟世界各种语言相沟通的、具有中文逻辑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对，要不然你变成自己封闭了嘛？封闭的，对。最后你肯定打不过他，对吧？万一将来要打的话，就肯定打不过他，可能未必是打，但是可能就是竞争是存在。但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啊，就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的一个机会。我们中国人因为语言的这个障碍，其实跟世界沟通还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的。所谓的这个拉丁语系的这些，他们相对沟通会容易一点。咱们这个还是就是费劲一点。那现在这些工具，你看翻译的这么好，从工具角度来说，构建了一个我们更好的跟世界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文明，包括文化知识去沟通的一个环境。咱们再说回这个微观的，机器 AI 在进步，我们人脑是不是在退步呢？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父母能背出好多个电话号码，我现在一个也背不出来。有时候我自己手机还是打车才记得住。好多事情我们其实脑子不记了，还有很多直觉也退化了，对吧？那我给你一个直接的例子，Jerry Diamond 不是写过吗？就是他去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个岛，对不对？然后发现这些人能够识别上万种植物。你现在去一个地里面，可能估计能识别出10个植物，10个也不到，就是五谷不分，对吧？但是你觉得你对比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人退步了吗？我觉得一定丧失了一些东西。我必须在我的环境里面才能生存了，我得有手机，我得有电灯，我才能生存。你把我扔到那个环境，我就不能生存，对吧？对，是的。那么，所以我生存条件变成了我。这些东西不能少，就机器不能少，所以我对它的依赖就很强啊。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能力变大了，手机成了你一个器官，你本来没这器官，你现在长出来这么一器官。我的这种原始的抗拒和这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个你会有这种抗拒吗？还是你也是欣然接受人机就可以合一了？它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这么理解这件事儿啊，我们人是适应力非常强的生物，我们适应自己的环境。我的环境需要我认识1万种毒草，我立刻就去认识。我的环境告诉我这些不重要，但是为了和同类竞争，我需要非常善于高考，我也可以去努力学习。我们大脑还特别能遗忘，它不重要的东西它就忘了。对，就想人有哪些能力啊？我们可以去学习知识，就信息获取记忆。然
然后我们还会就学习怎么做事儿，给你一件事儿，你啪就把它做了，这不纯粹是信息的，还有些这个动手的能力，它一定是跟我的环境相关的。我要是个渔民，捕鱼的这个动手能力和游泳能力就得特别强。咱们是同一个时代啊，不用说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个不太一样。他的脑子真的智力一方面是胜过另外一方面吗？我觉得这还经验有争议。更深入的角度就是人值得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什么？对吧？就是你到底是你的经验，所谓的理性，还是你的情感，还是什么之类的？动物界对比啊，人最可宝贵的还是人的思维能力，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而恰恰制约我们能力的是在技术领域叫 I/O。输出和输入，你们俩一对眼神就明白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你说这事儿 ，I/O 就一个是 input， 一个是 output，这就很简单嘛，一个输入，一个输出。我就知道是开关。对对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在输入，我说，然后你说完了，我听，我在听。我们这个都是生物这么多年进化出来，包括眼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输入的。但这个水平很差，这个外设就是我们所谓计算机的这个摄像头啊、键盘都特别烂，对吧？你们应该有这专门的这1分钟要说多少个字，对不对？其实你自己脑子里思维的比这快得多，是。但你可以想象，现在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帮你，尤其是我觉得为什么大模型大家特别兴奋，是因为它能够有一种方式跟你产生更强的交互，让你有一个更强的接收数据和输出反馈的一个能力。不是你脑子里思维差，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这个外设太差。啊，对吧？我人眼只能看到这些，对吧？我不能拿一本书直接啪一下看穿了，我看穿了几千页。但是我们的这些外设，尤其是以 ChatGPT 支撑的新的自然语言，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对接我们头脑里的，我们管它叫理性，还是甚至灵魂，甚至是感情，对吧？可是乔姆斯基就说，他觉得人其实最宝贵的还是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但是能够去发现的深刻的思想。感觉他的意思是说，联想。悟性、想象力，就这东西没有，不在那儿，你怎么去找到它？是我问了就是 ChatGPT 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可能问一个没有人问过的问题？他说我不可能搜集所有人的语言，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可以试着问一个，忘了问了是什么，但我说你能不能问一个更深刻一些的问题？他的回答挺让我吃惊的，他说梦是在哪一刻变成了回忆？我当时有点冷汗直冒，我说：“哎呦，这个问题，哎呀，请庄子来回答一下。”对啊，所以我就说，人脑的这个生理结构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对不对？我们的人脑里不是有哪个没发现的元素，或者哪个神奇？真的没有吗？至少现在没有。基于现在已知的信息，对，没有。整个 ChatGPT 的结构其实就搭了一个你人脑里面的。有一个东西，意识还没有被发现，在哪里？应该还没有。那意识在科学角度到底是什么？有的人就说它什么也不是，就像是飞机起飞的时候，燃料产生的废气，就它不帮助你飞行，但它产生了这么个东西。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信念问题啊，只要物理条件够了，它就会产生。那我觉得应该就会。我其实觉得易军讲到意识说的特别的好，都愣住了。现在很多人愿意说，你相不相信通用人工智能会实现 ？General 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就是意思说它是在各个方面都像人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给它打上各种维度的标签啊，我问了一下 ChatGPT， 我问了一下 POE 里面的各种模型，就是怎么样才能算上是通用人工智能？就很明显，目前还没有办法证明它有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意识 awareness。他们是这么回答的？不，他们会列出来说，你一般觉得通用人工智能是以哪些维度来衡量它确实达到了？它列出来的各种维度，我觉得就算不像人那么好，它绝对也是沾了边了或者在进展中。唯独说机器，它最后一点一定是要它开始有了一个自我意识，这个就像人一样了，知道自己在干嘛，知道我是我，我思故我在嘛。对，自我认知嘛。我曾经参观过，就沈阳有一个制造机器人的工厂，因为我以为机器人就是像个人，你知道吧？进去全是手臂，就是手臂在那儿晃。他说，因为只是需要一个臂。他说我们这个其实很精妙，怎么6个角度，它就怎么能几个自由度，3个关节，哎，它就最期待又可以捏着手的。对，人要换的就是说我把前头这手掌是换成一个大臂力的，就特别大力气的东西，还是换成一根这个绣花针，它都可以做。然后我看到其中有一组在那儿在弄，我说他们在干嘛？他说他们在自己制造自己，他就在造这个币。我说他知道自己在造自己吗？他说可能将来会知道。
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他将来可能会知道自己在干嘛。是的，为什么说自我意识是很重要一件事儿呢？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谈人工智能的风险嘛，有一点特别触动我的地方呢，就是人工智能会不会自己想要不断的去进步自己？因为实际上它具有的能力，理论上它都会比人做得更好。对，都说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嘛，它最终能变成人吗？国外有一些现在比较好的，不能叫产品吧，它是 beta 版本，就还在这个非盈利的阶段。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创造一个网上的数字分身，当然大家可以创造同一个数字分身来训练它。比如说当时在那个网站上最火的是一个心理医生，是一个心理人，就很多人在训练他，然后心理医生的使用时间也特别的长，好像也没有那么令人吃惊啊。就我们现在人在情感上的这个伴侣需求其实特别的大，已经有人在赚钱了，有一个网红嘛，训练了自己的一个1000个分身，可以粉丝跟他聊天，但是都花钱的，已经赚了好多钱。真正发展最充分的是诈骗行业啊！100个分身，我同时控制这个跟你聊，就是感情诈骗嘛，就是对吧？对，你岂知道我这儿是200个也在跟你聊着。就我们在那说的就是很正规的行业应用或者场景应用，那实际上你看到直接见快钱的，都是直击人性的，是啊，陪伴、情感啊，这种人性的需求特别快。网红1000个分身跟他的粉丝，其实是不能说谈恋爱吧，但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谈恋爱性质在里面的。他其实可以做1万个，他可以做10万个，就是你喜欢的那个类型。对，甚至你可以去训练他。就他那个形象在那儿，他的那个音频和他说话的方式在那儿，你训练他说让他说你爱听了，他没有个身体，对吧？还是一个虚拟的身体，其实很容易的。对，你之所以看到我身体，是因为你看到我了，你感知到了，对不对？哦，就完全可以我给你戴个眼镜儿，然后你躺在那儿，儿，你的触觉控制、嗅觉控制，这是都能做到的。对，所以这个核心就是智能，专门按照你的喜好来设定。哇，我觉得这个世界这也是 AI 恐怖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以前有这个所谓机器人3原则，对吧？就是要服从人类。阿西莫夫的那个。对，我们人做事儿其实是有驱动的，或者是我为了繁衍，或者是我为了我自己的价值实现。现在我们还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目标感或者是驱动，对，就是物竞天择的这么一个机制。如果你给他，他第一个要去获取的就是你的资源，人的资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我驱动你干一个事儿是最好的。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制造 AI 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给教坏，我给它一些道德败坏的驱动因素，或者是它就是人，你知道人类相互友爱，对不对？但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对很残暴啊，对吧？那它这个驱动是什么呢？或者是我个人更强，或者是我要我团体更强，那就显露出它更残暴的那一面。特别是大家在谈到把控人工智能风险的时候，通常最经常提的就是2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英文叫 bad actor， 就是坏人，比如说用在一些不好的领域，上来就给他个坏的目标，杀人的，就想让你去摧毁对方。对，这种是一种风险要控制。对，所以这一块是所谓的这个风险一块。另外一块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做坏事儿，其实是一个对齐的问题。所谓对齐，就是价值观对上，还未必是人对上我们人类希望他方向的走，他要善良。他要这样，他不要把我们动物性坏的那面有，他最好只有好的。然后在社会上，他最好不要歧视弱势群体，他不要歧视有色的人种，就给他做各种价值观的对齐。就这2个是现在主流的观点上把控人工智能风险要特别关注这2点。得让他对齐，不能让他我们去对齐他，我们让他对齐我们，让他对齐我们想要他对善良的还不能对齐我们，人是很残暴的动物。对吧？对啊，因为一个好人突然急了也会干坏事。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对，是的，是的。对，在我看来，最好的形态仍然是我们人类发挥人类的优势，怎么跟它更快的结合。就我们跟它越快的结合，它就不会变成一个独立的部分。对，是的。如果我们的人脑效率很高，我跟它快速结合，它就变成我们和它在一起形成新的物种，是一个我们的延展，或者我们更强的一个延展。对，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新的物种。但最好不是说我们跟他慢慢的就是让他自己去搞，我们自己这边搞，就有可能他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物种。那这个时候，你显然知道他的这种强的事情是我们很难去应对的。我觉得未来肯定有人这么干。天哪，过去就是电影里头看的那种，说他会伤害人的状况，他得首先有意识，才能结合他的智能来伤人，对吧？但是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认为，我不需要意识，直接有智能，其实已经可以变得像人一样？他可能没有意识，但是他可能诞生出来比意识更高一层的。刚才咱们假设很多都是说
它跟人类的相互竞争，那是前提建立在这俩物种在一个生态位，啊，就是他们俩都吃氧，他们俩在相互竞争。我和人工智能都要抢电的时候，对，我们就竞争了。对，但你并不会把世界上所有蚂蚁都干掉，对吧？因为你跟蚂蚁没有太多的竞争，你踩死一只蚂蚁，那也就是偶然的，对吧？那蚂蚁也不会怎么样，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AI？它是下一代，就它看我们跟蚂蚁一样，对不对？我们在干嘛？其实对它来说也无所谓，它可能它可能去寻找什么宇宙的其他的可能的奥秘啊，或者是其他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无所谓啊。所以很久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说，互联网不是为人准备的，互联网是为人工智能准备的。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道理？非常有道理。计算机科学讲叫第四范式，我们以前的这个范式更多的是基于人的经验，因为我们能记住的数，我们能识别的东西很少。第四范式是什么呢？说我能处理极大规模的数据，对吧？你之所以就是能够去识别出来这是一个杯子，是因为你看过这些杯子，对不对？但是可能有一个模型，他看过世界上所有的杯子，那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思考方式和你就不太一样了。那显见的他的能力可能会比你高很多，就我们叫数据驱动的这样的新的思考模式。我们人类很多的时候还是靠直觉。靠一些简单的抽样，因为你能样本量太小了，对，你能掌握的东西太少了。极大量的数据的时候，它的能力会远超过这个的水平。如果我们是蚂蚁，我们就贴在地球上看这么多东西。我还担心 AI 没想象力，其实它早就超过了我们。它不知道，也许将来会这样。但我自己觉得，我更希望看到的本位主义的角度是更希望人和它结合，扩张人的能力。说对，我们结合以后变成一个新的物种。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自己。就跟《三体》一样，在一个另外一个维度、更高的维度上去前进了，啊，也许对我们有益，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与你无关了。对，我之前看过有一位赫拉利说的，他说，比方说派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还没有到头，对吧？他说一个国家其实，比如说你的计算能力能把派算到多少位，就是一种计算能力的标志。对。他说，万一哪一天人工智能你给他设定一个目标，就是算这派。他就把我们互联网、把我们什么电力全接管了，然后他的目标就是算这个派，有可能不干别的，你们就人就饿死吧，就他在那儿算派，他甚至可能把太空都接管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跟人的这个进化很有关系。你看算派这事儿对他自己没有什么得利的地方，对，他不会产生这种正反馈。就是什么叫正反馈呢？就是比如我干这事儿，然后使得我更强大，我更强大或者更开心，对，更开心 anyway。甚至于说，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加让人觉得无语的案例。你给他个目标，他去做这件事儿。当他有了这个大目标的时候，他拆解小目标，他的某一个小目标也许非常不在意的会觉得人真的挺低效的，把这些人拿走了之后，也许我可能更高效。这甚至都不是一个恶意的，也不是一个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在工作中就发现效率太低了，对，要不拿掉吧。就这种心是比较可怕的，但不能比较可怕，是有这种可能性。畅想中就是，如果我们畅想有这种可能，他在某一个地方形成了正反馈，然后他就会无限扩大。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儿。现在大家去谈这个风险点，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很多人在刚刚开始进入这个 GPT 这个大模型的时代的时候，其实挺多人出来谈 AI 的风险。张光老师说的 Jeff Hinton 就是那个大牛人，他本身是谷歌的这个 AI 的领头人，他现在离职了。然后离职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接受了个采访，我今天正好在听，对，说他觉得 AI 的风险是挺大的。他不希望再在一个商业的公司里继续他的这个工作，因为他希望再回到学校里，是一个更加这个学术界的身份来讨论这件事儿。然后包括刚才你说的马斯克，对，马斯克不是说要大家停6个月吗？结果他自己搞了一个，他自己买了1万张芯片，就说你们都停，结果我自己搞了。你们停一下，让我给点我时间买芯片。当人类没有充分认识到 AI， 尤其是全体人类啊 AI 的这种能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确实挺危险的。就跟核弹一样，没炸过2个核弹，大家觉得，哎，那大家就都搞核弹嘛，类似这个，就是我也可能扔一扔，你也可以扔一扔。我不能说它一定，但它确实可能造成跟核弹一样的问题。我们其实得监控我们手底下的人工智能现在的能力是什么，是得非常清楚它做的哪一步。是，就好像说我是这个法老，我要一帮奴隶给我盖金字塔，我得让这些奴隶的认知水平在一个比较低的时候，他不能知道他能造反这件事儿，是在一个可控的情况下。技术角度，我觉得非常悲伤的事情是，有可能我们最终没办法去控制。就是对啊，你要让他一直在学习。你从逻辑上讲，假设他在各方面的能力都超过了人类，
那人类是一个更弱的智能，而它是一个更强的智能。一个更弱的智能怎么去控制一个更强的智能呢？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但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在这个发生这种转变之前哈，他们就说有一部分人这个脑机接口了，人和人工智能已经合成为一种半人半神的这种东西，就这帮人其实最后控制了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啊，我们已经是半人半神了。你离得开手机吗？到哪都有个器官，我是他的奴隶，我哪是神呢？我是他的奴隶。但是我讲一点，可能从技术角度来说乐观的事情。假设我们只讨论算力本身啊，计算呢，它有一个上限叫兰德尔极限，就是我多大能量，最后能够产生多少算力。距离这个极限，就是计算能力最高的，现在所知的这些东西里面，最高的还是人脑。啊？对，我怎么会比机器是因为咱算得快啊？们效率特别高。你像你一天就吃几顿饭嘛，你才摄入几千大卡，大概也就1%-20%的能量进入脑子里，大部分都在维持你身体干。而且他们说这脑子好多地方没开发呢。啊，对啊，对啊，你看，比如语言部分只占前额一小部分，对吧？对，你看就这么点东西，现在我们需要花10亿美元搞这么一个东西，才能跟你而且它那个电费肯定是巨高，也非常耗电。对，所以从这角度来说，至少现在最新的这个人工智能，哪怕用最好的 GPU 的这个芯片，距离我们人类的能耗可能也还差着几千倍，至少是几千倍这种水平。对，我还听到一个，就是贵州的贫困山区嘛，他们就是给妇女就业啊，就是让他们去进行人工智能的图片识别。他们在训练机器人说，这个图片叫做水杯，那个图片叫做道路，然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好处就是让当地妇女就是她不用背井离乡到外面去打工了。对，我这插一个这小插曲，他们说过去呢这个地方一直是男性，就是爸爸出去打工赚了钱回来以后，当地面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妇女开始赚钱以后，说这个地方啊，就是起了这个美容院、美甲店，是吧？一下子经济又流传经济起来繁荣了，然后孩子也有人带了，然后就开始一些正向循环。哎，我想说这就是说，哎，这人工智能咱们说着说着那么先进的事儿，其实背后到现在为止，我看到还是需要大量人力在干这事儿。包括 OpenAI 这次它的这个 GPT 的训练，它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公司来协助它。这数据公司是硅谷的，但它的人力大量的来自于印度和非洲。原来我就干这活儿，原来我们做图像标注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儿发到孟加拉来去干。哦，人力成本比中国还便宜。所以它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但我想说 ChatGPT 不是 ，ChatGPT 真正的核心的检验团队啊，大概只有40号人。啊，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了，就是你过了英文4级了，对你可能不再需要老师天天跟着你了。对，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大家现在在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从智能角度，大概相当于美国高中毕业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现在很多高中生拿它写作文，都打分数都很高。但有一个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些知识的结晶啊，包括所谓我们的这种创新啊，到底是不是由世界上平均水平的这些人创新？对呀，对吧？比如说你的进步都是什么这个牛顿、爱因斯坦这些来的，有可能人工智能训练不出来。我怎么知道下一个爱因斯坦或者牛顿在哪儿？对，爱因斯坦头你脑子解剖也没什么，对这东西你找不到。对，对，所以这也会带来一个，就是说缓解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担心，未来说如何去学到人类1/1的那些真正创建性的这个东西，可能缺乏训练依据，那可能他就练不出来。这词儿说得好，缺乏训练依据，对，没有模型可参照，它没有大量的数据来学习。我为什么问他？我说你能不能提一个没人问过的问题？我瞎想，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些提了问题但没有回答的这种问题来推动的。对，哎，还有一个，他们说现在人工智能还是没有身体嘛？ GPT 包括其他的 AI 正在成为人的身体，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最大的一种可能。ChatGPT 可以现在实际上是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跟外界沟通的渠道，就是让你超越了原来的你，就是原来的你一天只能读1本书，你其实大脑很多地方没被开发，它现在发展到这个层面，它大概1700多个可调节的这个参数，对吧？人比这还是强的。就是说，以后我一出生，我读小学、中学不用学外语了，可能弄一些，它就全解决了。我们再看现在的这个能力落地啊，我们现在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们怎么赚钱呢？当然，有些是体力劳动者，他有他的经验；那么有一些是拿信息赚钱的，就是我懂得特别多，我是大律师。有一些人是拿他知道怎么做事儿赚钱的。然后这些东西我们要学，要花很多年。我很久以前是精算师出身，我要考15门试。才能成为一个很佩服精算英国精算师厉害，又转到美国去。可是这一切，如果说在现在这个状态，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去考这个试，肯定都失因为我业了。可以有一个 Copilot，它就叫精算师模型，我带着它，我还可以再带好几个做副驾驶 Copilot， 我把我的这个什么咨询的要理解的也进去了，我再多学几个人工智能的，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带无限多的，当然看我有多少钱啊，和看行业落地的方式，我有无限多的副驾可以跟着我，于是我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我能做的事情也非常多，我的时间可以花在更加像大家希望更有创造力的地方。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就这意思。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我现在还要学外语，我为什么学外语？我要哪门外语，我调哪门外语。我还听到有更夸张的说法，说等了有大模型时代到来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了。不管你想要什么知识、什么信息、什么方式，理论上都有一定的模型可以帮助你。那可能你要是不行，就真不行，就再也不能以怀才不遇来给自己找借口了。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说法。而且还有一个给人类更大的诱惑，可能导向我们所谓人的永生。这个问题真的最近是一下子他的想象力空间全部打开了。我们正好最近在聊某一个方向的那个产品落地的时候，会说我们人可以就自带伴侣，我们新生代小朋友他可以自带他的 AI 伴侣。那这个伴侣跟他一起生长，看见他看的东西，听到他听的东西，接收到他接受的反馈，拥有他所有的记忆和交互的这个信息，包括他个人的数据，你对他的各种方式比他还了解自己。那将来人的肉体如果不行的时候，他是否还活着呢？你说的就是电子的永生。我思故我在，如果认为我们的自我存在是基于意识认知的，对，那就可以不死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人脑的寿命已经算很长了，对比其他器官，但是它还是有问题啊，它就是生物体嘛。但是如果放在所谓我们叫硅基的这个层面上，对吧？碳基生物向硅基生物转化。对啊，我们看这就能去外星球了。我是特别的坚信这点，而且我觉得马斯克说那话我是不信的。马斯克觉得说呢，我们花太多精力在 AI 上，就很容易进入内卷。他觉得应该去火星，对吧？但因为我原来是做这个天文啊，包括这些，就你知道，其实火星比地球恶劣很多。谁愿意去火星？流放嘛，是不是？没有外卖，是过不了。对吧？对吧？我们去最近的行星，太阳系之外的最近的，比如比邻星，也距离地球也是4.22亿光年嘛。我们这个肉体是几乎是到不了的，光加速你都到不了。但是你想一种未来，实际上你自己就是一个意识，对不对？然后这个意识伴随着电磁波，4年时间就到那儿了。而且实际上，你看我们现在探索火星啊，就是这个过程。你其实没去那儿，对不对？但是你看中国的这个太原车发出来的东西，跟你去也差不了太多，就是你的意识去到那儿。我的意识去了，可是它有形体吗？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将来可能会有形体。比如举个例子，你看过那个电影叫《普罗米修斯》吗？它可能就是传输过去一个 DNA， 那个 DNA 就在那儿自我繁殖出来，然后它就变成你有形体了。再把那个意识注入进去，对啊，对啊。我天！但它更可能就是没有形体。形体它可能是一个可选项，对，你是不是需要一个物理载体？你说变成这个永生了，可是我也不知道啊，我都已经没了，我肉体没有了，你在啊，我没有这个永生的快乐，你的意识在。争议的点就是一个完全经历了你人生的，有了你的知识，也只有你的知识，然后有你的经验，有你的思维方式的，它真的就是你吗？你的独特性就是 physical 的，我身体存在是我的真的存在，但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意识存在才是我的独立存在。对啊，难道砍掉你一只手就不是你了吗？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吧？啊，那好了，那就人可以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都可以殖民外星球了。就我觉得那时候未必是殖民，核心的就是你的驱动是什么，你到底要干嘛？比如说我就是好奇心，还是说我寻找更多的资源，那就取决于你最后想干嘛。可是现在很多人担心的还是眼前的事儿，很多人要丢工作了，对吗？这不就跟之前的那个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非常类似，就是还是比较乐观的。工种的需求会发生改变，原来需要那么多的农民，现在可能工厂里需要更多的工人。原来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比较初级和比较中级的编程人员啊，他们可能就会变成 prompt 提示工程师啊，或者是类似其他的。结构变了，人会多出来吗？所谓这个无用阶层，就好多人就没事干了。哪有无用阶层 ？Who knows？没准他就走得通，也许他走不通。但我们核心的事情是，人类是可以容忍这种变化，或者说这种不同。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的释放。上一次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生产力的巨大释放，是不是很多人没事儿干了？现在还是这样。我觉得会有新的，不管是娱乐也好，或者是生活方式也好出来。
继续把人的生命填满。至少还可以去训练那个机器人读图。对，如果说在大模型时代的话，我们真的非常早期，理论上或者是乐观的判断，我们会出现一个模型生态，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模型。所谓模型，我们翻译成人话，就是知道怎么干这件事儿，且把这件事儿干成了。只要你暂时还不需要一个机器人把这事儿干掉了。对，我觉得更可能不是说我们人类跟 AI 半行，然后最后说有一个 AI 跟人一样，是你自己会根据你的这个思想意识会训练出来不同的模型，好多的来支持你的工作。对，你现在有2只手10个手指，你能干这些事儿，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你现在有一个能力，说我能同时指挥10个模型，他们分别干的，比如我音乐我是这样的，画画是这样的，工作上的助手是这样的，还有可以跟学校老师交流的，还有去陪伴爸爸妈妈的，全部都是你训练出来的你。分身，对你一下就是工作生产力就完全释放，时间释放。可是我目前为止的话，我还是可以脱离他生活。我觉得这正说明了你这个职业最不容易被替代。说明你很安全。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活儿，就是把这个人工的讲一段话转变成一个表。比如你说了一段话，比如说中国这个 GDP 啊增长了80%，美国增长了60%，对吧？你说完这些话，我听到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不能做分析，我们要把它转换成数学。就是以前这个事儿得找人干，你知道吗？就是人去做这事儿。那现在 ChatGPT 瞬间1秒钟，啪一下就蹦出来了。你说了一段话，比如你拿咱的新闻稿一啪一下就变成一个表格，你对完表格，你就会对比，哎，比如说过去的10年哪个国家 GDP 增长速率最高，哪个就你可以迅速运算，就是你的这个思维能力远超过你的这个外接的这个能力，对吧？你讲了一堆话，其实是一个好低效啊，很低效的一个东西，就是会心一笑，你就知道我想传递的信息对是这个意思。对，更高水平就是，哎，我看你这个脸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啪我就知道了，或者说我根本不需要，就大家直接头脑机接口嘛，就直接对接就完了。那比如说现在你看，就是地铁里头有个广告，什么那种画是 AI 机器人画的，我还是觉得有点丑哎。就现在还是没有达到你说真有人味儿的那种艺术创作，跟人的心灵能够相通的。其实你这个例子有点意思，因为确实画师是现在被冲击的特别厉害的一个行业，就是你举了一个机械性化的画。但我一朋友正好他经常是帮别人出各种公众号文章和那个期刊文章。他说以前出画呢，你至少得付个几千块钱出一张图，然后当然你也通过跟设计师多轮沟通。那现在呢，就是你找这个对吧，就各种各样的，对，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来做。然后呢，那么他可能调个几次之后，他就能弄到自己想用的，是不是满分未必是，但是不是省钱了，100%是，而且省了很多时间。你说的太对了，而且我有一个冲击最厉害的一个朋友，他是游戏的这个设定师，这是冲击最厉害的。你看的画，比如说你看的是达芬奇剩下的那几幅最牛的画，对，或者是什么，这个确实我觉得 ChatGPT 可能做不到，差得远。但是你比如你玩游戏，里面有10个人物，画一个大概，比如说，哎，我这里面一个人物是要穿的这个中国古典的这个汉服，另外一个穿的是中国现代的服装，啊，以前大家还得跟着画，你知道吧？然后现在你像 Midjourney 这些东西，你直接输入几个参数，然后直接就出来了。对，你人手画很慢的。这个模型，你这种行为的模型越容易被识别，它就越容易被对，而且你要降低你的标准，你不要以行业顶尖的标准来要求它。我觉得这个模型啊，它最大的这个力量，应该现在目前来看是能够取代掉中等级以下的就业人员的这个工作。它特别高级的，你还是得要，就是作画也是，你特别高级的，他也是先出了底稿之后，他自己可能还得再调一调。对，这就是大师。但是大部分做这个图画设计呀，或者说其他的，他们做的也是就是正常的一个工作，你拿正常的标准去要求他，你会觉得好像也可以接受了。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最难被取代的是考古的，为什么呢？是说考古的这个刷子自己非常精密的这种行为模型、认知模型，而且没人给他投钱，规模化。ChatGPT 出来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考古啊，对，为什么呢？我的这个考古入门呢，是中国考古学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写的这个《中华文明探源》，它里面讲了一些考古的这个就是核心的东西，跟咱们想说那个刷的那个是田野考古，那是工作。真正田野的真正的高光的部分是什么呢？是它叫器形学。你看那个很牛的那个考古家，一看，哎，这是商代的，就一个陶片，对吧？这是这个西周的，这是东周的，甚至东周什么器都能分出来，对不对？但是这些专家是需要大量的看，大量的感觉。那我呢看了书，然后包括我经常去博物馆，现在看也是，哎，我大概能够分出来哪个是东周和西周的。但是这个事儿很难用叫形制或者是什么，但是形制可能变化，比如说，哎，这个河北的是这样，河南是这样。但我觉得
这个恰恰是 AI 最牛的地方，打到了 AI 的长处。为什么呢？这里面一个核心呢，就是我们人类能够认识的世界是维度是很简单的，基本上是个2维的，人眼顶多2.5维，我们所谓3维，其实你看到大多是一平面2.5维，我们认识的非常的浅，而且你记不住这里面特征。比如举个例子，这个杯子到底多少弧度？这个你记不住的，这个你只能大概说，哎，好像圆一点、扁一点，对吧？你看那个明代的这个壶和清代的壶，哎，这个折角好像感觉更柔和一点，对吧？宋代的颜色感觉更温润一点，对吧？但这玩意儿你的描述就维度很低，你只能用温润这个词儿。但是对于 AI 来讲，它牛的事情是什么？色温、色差这些全都在这儿，它一个更高的维度，然后这样它就能总结出来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需要所谓大师，然后去看多了、摸多了，然后感觉经验来的东西特别容易被 AI 学习。对，没错，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关键词经验。经验，你是经验积累的，一定是能够被学习掉的。真的吗？对，而且他学习的程度比你那个强多。就像我刚才说，因为你眼睛的能力，包括你的这个手的能力太差了。哎，可是人家不是原来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比如说给一个孩子看狗和猫的图片，1、2张，他上街看到猫狗就知道是猫狗。可是机器，你这个猫颜色啊，狗形态不一样，它会要看好多才能知道，甚至不能知道。是，但现在这讲的是个泛化的能力。泛化能力，对，现在的程度是，你找任何一个图像识别的模型，你现在让它去识别猫狗太容易了，那是因为它之前没训练好。包括最新的一些泛化能力都超过你的想象。比如举个例子。其实图像识别里最难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呢？这个杯子这一个东西，对不对？怎么知道这是俩东西？一个小孩你不教他，他也知道这是俩东西，他不知道这叫杯子。桌子和杯子是2个东西。对，对吧？因为你不告诉他也知道，对吧？你没告诉他这是杯子，也没告诉他这是桌子，他就知道这是俩东西。就是图像的分割啊，语义的分割这块是最难的。这个在最近 Facebook 也出了一个东西，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咱们现在看你背后这么多东西，可能咱们大概说，哎，有10个画或者什么。它把里面后面所有东西都1秒钟都不到就直接都分割出来，就是因为有人训练它了。对，现在模型的进步确实是到了这个，就以前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量来训练，然后需要非常明确的标注，但现在可能就有些很时髦的词，你听到小样本学习，哎，是什么？泛化，就是一点点数据，它就是跟人学的一样。你孩子看过1次杯子，2次杯子，他就记住杯子了。什么样的杯子他都知道是个杯子，这就是人学习的能力。我们小样本学习能力非常强，我们泛化能力非常强，机器就在往这个方向在走了。那你们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教育孩子呢？很多人都说我们孩子以后都失业了，或者他们的未来好不可知啊，怎么办？我觉得他们未来非常精彩啊。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假设我有一个小朋友，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带他博物馆，就是我这水平比较差，只能看出来是这个就东周的还是西周的这个层面，对不对？那对他来讲，他如果戴了一个眼镜，迅速就告诉他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参数，比如说它哪个弧线，或者是它的某一个云雷纹在这个地儿出现的概率是多少，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他的世界比我们精彩很多，我们太受限于我们眼睛、嘴、听的这些。那么他还会像你一样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吗？我的意思是，你这个问题特别关键，这个特别关键，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可劲去学这个。哎，这是云雷纹，这个是就现在回去我们他们没有，他们不饿了还有兴趣吗？就是你的知识扩大了，那你不知道的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不一定，不一定。我现在就看到孩子在上课啊，或者他回来带来的作业，我内心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我心里觉得这事不用学，对，真的我心里有这种想法。模型比你干的强多了，还写作文，我让 ChatGPT 写出3篇作文。我真让 ChatGPT 写了1篇，但我发现我说你用一个小学生口吻写一篇这个游记，对，然后呢，我发现里面错误很多，事实性错误。他编的，我的天哪，他居然会说我在这个景点买了一个小钥匙圈什么，就全是他自己编出来的，就是电脑自己编，根本没有发生的事儿。但是他会有事实性错误，比如说，对，他说去到一个寺庙门口挂着一个叫做“无事莫入”，这是一个神圣地方，根本没这事儿，就是我给他一个指定地名的地方啊，没有这个事儿，他就瞎编。对。所以后来我跟孩子说，你还得自己做作业，给你看这作文写的不对啊。我给你举一个第2个例子，就是我让他去写英文作文，我找了4个模型，我全部是听说你是一个小学4年级的英文水平特别好的学生，然后你最喜欢的是跟地球、跟动物相关的，这是完全对他的描述。然后现在呢，你在学校有这么一个作业，想象你是他，给我写篇作文，
4个模型写出来作文，我觉得非常优秀。他的水平震惊了我，我觉得写的哇，好生动啊！哎呀，我们回到了什么过去的地球啦，又是我去到什么世界探索啦，就我给他很具象的提示之后，那我的提示出来的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英文的模型的语言能力其实是更强一点，它就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矛盾。从家长的心情上来讲，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师跟我说孩子哪儿不行，我也听不进去。你想，老师你很快会背出是，我心想说这个东西真没啥用，他就是学的不行也没关。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要去算那个心算和速算，我印象中我读小学时候这还是奥林匹克的一个比赛项目。对。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珠心算。对，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从小进行了这种珠心算以后我们开发了大脑智力呢？有这可能吗？所以我们非常美好的期待，这有可能吗？如果你现在让孩子什么也不学，那他根本就没有开发智力，怎么办？就是学习肯定是很多事儿是习得的，对吧？包括语言也是习得的。比如说你完全不教他，对不起，他过了那个语言的核心阶段，他想学学不了了。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现阶段对我们人类，对于 AI， 包括对于人的本身的智能还认识不初步的情况下，还是要遵循人类过去的这段经历。未成年阶段肯定是在学习很多对思维有用的东西，而且过去的历史证明这些东西现在还都有用，对吧？那从现实角度来说，你在搞不清楚那些之前，你还是得这么说的特别好。我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小学还是得好好上。虽然知识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学习知识的这个过程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将来真的很不知道世界会到什么样，那你有学习的方法，就是学习的方法，学习思考的方法，这件事儿就特别重要。我会觉得教育呢，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它的教育方式是没有改变的，可能教具上出现了进步。但教育方式没有改变。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老师问个问题，请同学们举手发言。在那个时点，永远只有一个同学在回答问题，其他同学被剥夺了在没有任何先验的情况下回答的这么一个机会。他再回答，他也只能是听到了别人的基础上，就这其实是非常低效的一种方式。但是教育的这个方式，它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虽然教室变得更大了，出现了多媒体教具，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的世界或者我们孩子生活世界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它这个中间这个供和需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断层。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很多人在问，有人问我说，孩子大学学什么专业？学数学。对，这个受不了。这大家现在说。B 站上搜的最多的都是高等数学，你们是人类的孩子太学习希望之灯塔。我在想，大学的课程设置是不是也太落伍了呢？我们这种进入了一个大学，然后学习一门专门的学科，当然也有所谓的跨学科啊，但它总是会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在那儿，然后你花很多时间去成为一个领域专家。这种方式真的是未来需要的吗？因为领域专家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讲太容易获得了，那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什么呢？没答案。我会觉得有些 fundamental 的事情是仍然存在的。我觉得同意，然后我替我们这个就是大学里面辩护一下，至少我觉得博士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是一个训练。我们博士跟大家真的不一样，它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学术训练，它过程里面就包括了像如何去证明，如何去证伪，包括如何去寻找未知。博士不在乎你研究什么，或者你获得了什么知识。当时我的这个老师提出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做一好研究最好的事情，最高的阶段就是问出一好问题。对啊。但是这个东西怎么习得呢？这个博士其实在训练这个事儿。那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就引入博士的这种学习模式呢？我们从小学、中学就以这种模式来教导呢？我觉得很难。就你没有具备一定的知识的情况下，对，它需要大量的这种就是你自己沉浸在某一个领域，但是我们现实生存需要大量的这种就是日常的这种知识，对吧？我得生存下去。对，你会发现有的博士读出来生存不下去。人工智能能教你怎么煮个鸡蛋吗？能够教你剥个鸡蛋吗？我觉得这可以，但是你也得学呀。缝个衣服会吗？说大家都去读数学系，那像我这种文科这种数学都不及格的人，我怎么办呢？我现在可能还会觉得说，如果我能学一个什么弹个琴啊、种个花、种个草这种
纯手工，跟这个不物理世界其实不插发生了电的物理世界的东西。虽然人工智能可以比我做得好，将来它瞬间写段音乐比我强多了，可是我这个过程当中，我有这个愉悦。当然，将来可能人对愉悦的定义也不一样。你像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对吧？然后，但是我有时候也觉得，哎，有的音乐特别好听，对不对？然后我也想说自己创作一样，但是呢，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嗓音或者什么就特别差，哎，但我觉得现在 AI 就给我了能力，比如我特别喜欢这种西部音乐，对吧？然后这种你就自己做了一段，我就自己做了一段，哎，我发现好像我也有这能力了，对吧？这就是乔姆斯基说的，这叫生成过量，还是你们这些人做音乐，而且还可以拿你的音色唱出特别好的歌曲来，就我再也不是妈妈再也不会说我